同事蹭我车3个月，邮费 AA，他永远忘带手机，车上的水果零食他吃的比我还快，我烦了，索性把车停在家里，每天骑自行车上班。他气得在公司门口拦住我，质问我为什么不等他一起走。我车坏了，送去修了。那你让我怎么回家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第二天，保安小哥给我看了一段监控，他每天下班后都在我的停车位旁转悠，对着空气跺脚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他天天跟我们抱怨，说你把他扔下了，没车坐，他一个弱女子回不了家。监控屏幕上那模糊的身影，正对着我空荡荡的车位，像是在对着空气进行一场激烈的咒骂。保安小哥小张把声音调大了一点，只有模糊的电流声和他尖锐、断断续续的音节。故意的，混蛋！让你好看，谢谢你，张哥。小张挠了挠头，一脸的正直和不解。陈哥，这女的怎么回事啊？天天来我们这儿演大戏，说你把她扔下了，她一个弱女子回不了家，还说你是故意让她难堪。我轻笑出声。林薇确实是办公室里公认的美女，大波浪长发，妆容精致，每天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摇曳生姿。可惜一副好皮囊下包裹着的是一具贪婪又自私的灵魂。回到工位，我桌角那盆精心养护的绿萝被挪到了一个晒不到太阳的角落，叶片无精打采的耷拉着，像是被人狠狠掐过。我心里清楚这是谁干的。茶水间里传来了林薇刻意拔高的带着哭腔的声音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大家同事一场，不就是应该互帮互助吗？他以前都好好的，突然就这样了，肯定是故意的。我每天晚上回去都好晚，路上又黑，我真的好害怕啊。几个同事围着他，七嘴八舌的安慰着。微微，别哭了，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得。就是有些人心眼小得很，看不得别人好。平时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从我身边走，递给我一个你好自为之的眼神，而另一个一向跟林薇走得很近的同事直接走到我面前，双臂抱在胸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苏晨，做人别太绝了，人家一个女孩子每天蹭你车是看得起你，你直接把人半路扔下算怎么回事？不就是有辆破车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没有回答一个字。我打开公司内部的通讯软件，屏幕右下角几个不熟悉的头像在疯狂闪动。苏晨，做人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听说你故意不让林薇坐车，一个办公室的没必要这么小气吧？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太让人失望了。我刷新了一下林薇的社交平台，果然一条新动态在半小时前发布了。善良被当成驴肝肺，从此我该相信谁？配图是他精心修过的自拍，眼眶通红，几滴泪珠恰到好处地挂在纤长的睫毛上。我见犹怜，下面的评论区已经是一片对我的声讨。微微别哭，抱抱你。哪个混蛋欺负我们家微微了？站出来！我猜就是你们公司那个开白色 SUV 的，上次还看到他了，长得一副刻薄相。我看着屏幕上他的精彩表演，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有点想笑。一个靠吸食别人善意为生的寄生虫，当宿主不再提供养分时，便开始疯狂地撕咬和污蔑，这套路我看得太清楚了。我关掉手机，给保安小哥小张发了条信息：张哥，以后有新节目记得帮我录着，多角度，高清的。舆论的压力像涨潮的海水，一波一波的涌。但林薇很快发现这一招对我没用，我依旧每天准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，在公司里对他的哭诉和周围人的指指点点视若无睹。他开始坐不住了。第二天下午，我正在赶一份非常重要的报告，林薇端着一杯刚冲好的拿铁从我身边摇曳而过。就在他经过我座位的一瞬间，他的脚下突然一个夸张的趔趄，整杯滚烫的咖啡尽数泼洒在我摊开的报告文件上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苏晨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惊慌，但他的眼睛里却没有丝毫的歉意，那双漂亮的眼睛深处一闪而过的是毫不掩饰的得意和挑衅。同事们闻声围了过来，看着那滩狼藉，发出一阵阵惋惜的抽泣声。天哪，这报告全毁了！这可是王总下午开会就要用的。哎呀，微微都说了不是故意的，苏晨你也别太生气了。谁都有不小心的时候嘛。他的话明着是劝解，实则是在给我上眼药，暗示如果我发火就是小题大做。林薇顺势抽噎起来，眼泪说来就来。苏晨，我真的，我陪你，我重新帮你打印一份好不好？这份报告是我花了1周时间整理分析的，根本不是重新打印就能解决的。我没有发火，我甚至连眉毛都没有皱一下，我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份被毁掉的报告，然后拿起旁边的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拭着桌面上流淌的咖啡渍。没关系，我电脑里有备份文件，就是重新打印装订可能要花点时间。林薇，不过还是麻烦你去跟王总解释一下，3点的会议，因为你弄湿报告的原因，可能要推迟10分钟。王总可是公司里以严厉和不近人情著称的铁面阎王，我怎么敢去的？林薇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从得意的绯红变成了惊慌的惨白。他求助似的看向周围的同事，但这一次没有人帮他，毕竟咖啡是他泼的，这是所有人亲眼所见的事实。去吧，主动去承认错误，王总那么明事理的人不会真的怪你的。再说了，大家可都看着呢。林薇站在原地进退两难，去
去，就要面对王总的雷霆之怒。他那张漂亮的脸带上血色褪尽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我不再看他，重新打开电脑里的备份文件，点击打印，打印机开始嗡嗡作响。林薇最终还是硬着头皮去了王总的办公室。回来的时候眼睛红得像兔子，他路过我座位时那怨毒的眼神，恨不得在我身上弯下2块肉来。我毫不在意，甚至还对着他露出了一个友善的微笑。下班后，保安小哥小张发来的微信：成哥，今晚有大片上演 ，VIP 座位已为您预留。大约过了半小时，手机再次震动，小张发过来一段视频，林薇站在我的空车位旁，像一头被激怒的母狮，恶狠狠地对着空车位踢了好几脚。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看到了不远处的一辆 SUV， 和我的车是同款型号的，唯一的区别是车牌号。但显然林薇是不会去关注这些的，更不会去记车牌号。他眼中闪过恶毒的光，绕着那辆 SUV 走了一圈，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一串钥匙。他这是要划车吗？就在林薇手中的钥匙刚接触到车漆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林薇做贼心虚的缩回了手，迅速将钥匙塞回包里。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小张的话外因适时的传来，带着一些憋不住的笑意。成哥，他好像把别人的车当成你的车了，这姐们儿有点魔怔了。我看着视频里林薇那副疯狂的样子，没有愤怒，反而觉得一阵荒谬。他甚至分不清哪一辆是我的车，他恨的不是我苏晨这个人，而是那个不再对他予取予求，不再无条件满足他私欲的工具。当工具不再好用，他想做的就是毁了他。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迅速成型。我保存好这段视频，给小张回了条信息：谢了，明天帮我个忙。好。周一上班，林薇几乎是哭着冲进办公室的。怎么了，维维？出什么事了？上周五晚上我一个人挤地铁回家，我的钱包被偷了，里面有我这个月的生活费，还有我所有的证件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他哭得撕心裂肺，仿佛天塌下来了一般。办公室里一片哗然。天哪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现在的小偷太猖狂了！快去挂失啊！银行卡、身份证很重要的。就在一片同情的安慰声中，林薇突然话锋一转，抬起眼睛直勾勾地看向我。都怪苏晨，如果他还肯开车带我，我就不用去挤地铁，我就不会被小偷偷了钱包，都是他的错。办公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向我射来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偷走钱包的小偷，甚至比小偷更可恶。因为在他们的逻辑里，如果不是我冷漠无情，林薇根本就不会有被偷的机会。林薇似乎很满意这种效果。苏晨，这件事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我的损失你至少要赔我一半。看着他眼中闪烁的贪婪和算计，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以为一场激烈的争吵即将爆发。赔你是吗？可以，但是为了明确我们双方的责任，我觉得还是先报警吧。报警2个字像一颗深水炸弹，在寂静的办公室里轰然炸开。林薇的脸瞬间就白了，我拿出手机做事就要拨打110，嘴里还在不紧不慢地解释着，让警察来处理，是最公正也是最有效的，他们一定会帮你抓住那个小偷的，到时候你的损失就全部都追回来了。正好我也想跟警察同志好好说说，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有责任赔偿你的损失。林薇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一把扑过来，死死按住我拿手机的手。别报警，我就是丢了点钱，这点小事惊动警察不好，真的不好。这怎么是小事呢？你的生活费，你所有的证件都在里面啊！你不是说都怪我吗？让警察来评评理不是正好吗？他不敢报警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被偷。这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，目的就是为了用更大的道德绑架来逼我就范，从我这里讹一笔钱。我不想把事情闹大。苏晨，你非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我们还是不是同事了？他又想举起道德的大棒，可惜这一次没人再附和他了。看到他这副死活不肯报警的样子，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，看向他的眼神已经从之前的同情和谴责变成了怀疑、鄙夷和看好戏的嘲弄。林薇，我的善良不是你拿来敲诈勒索的筹码，下一次开口要钱之前，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编的谎话，经不经得起推敲。滚！林薇浑身一颤，踉跄着后退了2步。办公室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最终哭着跑出了办公室。勒索失败让林薇在公司里沦为了一个笑柄，那些曾经围着他安慰他的同事，如今看到他都绕道走。我以为经此一役他至少会收敛一点，但我还是低估了他的无耻和疯狂。周三下午，我被 HR 经理叫到了办公室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笼罩了我的心头。苏晨，我们收到了林薇的正式投诉，你看一下。关于职场霸凌与精神虐待的血泪控诉，林薇用一种极其煽情和悲情的笔调，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初入职场、单纯善良，却惨遭老员工无情打压的柔弱新人，而我就是那个对他进行长期精神控制和职场霸凌的恶人。更可笑的是，还有2名与林薇关系要好的同事的证词，他们亲眼看到我如何刁难林薇，亲耳听到我如何用恶毒的语言羞辱她。我看着这份颠倒黑白、荒谬绝伦的控诉书，气到极致，反而笑了出来。总监 HR 经理，这上面写的全都是谎言。总监皱起了眉头，他并不关心真相，他只关心影响。苏晨，不管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你和林薇的这点私人矛盾，整个部门都乌烟瘴气，严重影响了工作氛围。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命令。林薇现在情绪很不稳定，今天早上还提交了一份医院开具的中度抑郁的诊断证明。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，那个前2天还在想着法子讹我钱的女人，
总监，是他先挑衅的。那天他故意把咖啡泼在我准备给王总的报告上，全办公室的人都看到了。一杯咖啡而已，多大点事？他不是已经跟你道歉了吗？你揪着不放做什么？公司请你们来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现在林威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他个人的工作状态，也影响到了团队的稳定。我们作为管理者，必须采取措施。那一刻，我感觉一股巨大的失望从脚底瞬间窜到了天灵盖。他们不在乎谁对谁错，他们只在乎谁闹得更凶，谁看起来更弱势，谁更会表演。最终 HR 经理给出了公司的决定。苏晨，为了保证调查的客观公正，也为了让你和林威都冷静一下，公司决定你从今天开始暂时停职回家，停职期间请保持手机畅通。我拿着那张写着停职通知的A4纸走出会议室。会议室的门缝里，我能瞥见林威和他那几个同党脸上隐秘而得意的笑容。当我抱着纸箱走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，我回头看了一眼这栋我工作了4年的写字楼，屈辱、愤怒、失望像无数根细密的针扎进我心脏的每一个角落。林威，公司领导，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屈服吗？你们以为把我逼入绝境，我就会束手就擒吗？我掏出手机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。喂，张哥，是我，计划可以开始了。被停职的当天晚上，我去了公司地库见到了保安小张。张哥，事情都办妥了吗？陈哥，你放心，都安排好了。市场部那个暴脾气李哥，他的车就停你以前车位旁边，跟你那辆一模一样。我已经跟他打好招呼了，就说物业要检查消防设施，让他今晚别挪车。就看那位林大小姐会不会上钩了。就他那脑子，肯定上钩。这几天他天天来转悠，眼睛都快长那辆车上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公司那个300多人的工作大群彻底炸开了锅。谁他妈划了老子的车？就在地库 B 区047号车位，别让老子逮到你，逮到你腿给你打断。下面附上了几张触目惊心的照片，一辆和我同款同色的 SUV 被人用利器划出了一道道长长的划痕。我靠，谁这么缺德啊？这得花多少钱补漆呀？看着都心疼。李哥，报警了，让物业调监控。爷，这车怎么看着这么眼熟？这不是苏晨的车吗？群里沉默了片刻，暴脾气李哥立刻回复：笨，这是老子的车，老子新提了不到1个月，苏晨那辆停我隔壁，今天没在。很快，物业经理就被艾特了出来。大家稍安勿躁，我立刻去调取监控。大约半小时后，一段模糊但关键的视频被发到了群里。视频里，一个穿着风衣、戴着口罩和帽子的女人，在李哥的车旁鬼鬼祟祟地停留了很久。虽然看不清脸，但那标志性的大波浪长发，那双10厘米的高跟鞋，所有认识林威的人都能在第一时间认出她来。她拿出钥匙在那辆车上狠狠地划了好几下。就在这时，保安小张在群里恰到好处地作证：我前几天晚上值班，就看到这个女的总是在这几辆白色的 SUV 旁边转悠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我还以为她找不到自己的车了呢。小张的这条语音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卧槽，这不是林威吗？他为什么要划李哥的车啊？他们有仇吗？疯了吧他？这女的脑子有病吧？暴脾气李哥直接在群里艾特了林威、总监和 HR 经理。下午2点保安室当面对质，你要是不来，老子现在就直接报警，让警察来公司请你走。整个群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被这惊天大反转给镇住了。我躺在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一切，感觉浑身的血液都在畅快的奔流。我等了许久，终于等到了一个完美的时机。啊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的车送去 4S 店保养了，还没回来呢。幸好，不然被划的就是我的车了。我这条信息像是在滚烫的油锅里又浇上了一瓢冷水，瞬间群里再次炸开了锅。我明白了，林威以为李哥的车是苏晨的，他这是报复苏晨，结果画错车了。我的天，这心机也太歹毒了吧！自己演戏讹钱不成，就去划人家的车，这是什么恶毒女配的剧情啊？苏晨也太倒霉了，被这种人缠上。不，我觉得苏晨现在应该庆幸自己被停职了，不然今天被划的就是他的车了，还没地方说理去。舆论在这一刻彻底反转，我看着手机，嘴角的笑意冰冷而畅快。林威，你以为你能置我于死地？你错了，你只是亲手为自己挖好了一个坟墓，而我不过是那个最后帮你填上土的人。下午2点整，我推开了保安室的门，小小的房间里挤满了人。苏晨，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被停职了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径直走到众人面前，将一个 U 盘放在了桌子上。总监、经理，我虽然被停职了，但今天这件事好像是因我而起，我觉得我必须来澄清一些事情。不关你的事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了，就是你陷害我。我是不是陷害你？我们用事实说话。林威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抵赖，说视频里的人不是你，或者说你只是路过。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一些更有趣的东西。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点开了第一个视频文件，屏幕上林威正对着我的空车位跺脚叉腰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这是上周4的监控，你在我的车位旁咒骂了3分钟。总监和 HR 的脸色变了变。我没有停顿，点开了第二个视频，那是林威试图用钥匙去划那辆和我的车同款的 SUV， 但因为有人经过而作罢的画面。这是上周5的监控，你不仅咒骂，还试图对车辆进行破坏。林威的呼吸开始急促起来，他死死地盯着屏幕，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
暴脾气李哥的拳头已经捏得咯咯作响。我点开了第3个视频，那是他自导自演钱包被偷大戏的第2天，小张拍下的大片。视频里他对着那辆无辜的 SUV 做出了用脚踹轮胎的动作，那股狠劲隔着屏幕都让人心惊。这是这周一的监控，在勒索我赔偿失败后，你对这辆车的恨意又加深了一层。我重新播放了李哥发在群里的那段滑车视频，然后我将4个视频并排放在屏幕上，请你们看，从上周4到今天，连续4次同一个地点，同一个女人对着同一辆他误以为是我的车，进行了一系列从咒骂到尝试破坏，再到最终实施破坏的行为。这是一条完整的犯罪动机和实施过程的证据链。我清晰地解说着，像一个冷静的法官在宣读一份不容置疑的判决书。你一直以为这车是我的，对吧？你从不在意车牌号，只在乎它能免费准时送你回家。当这份便利被我收回，你便怨恨我。舆论打压、诡计陷害、勒索威胁全失败后，你选了最极端也最愚蠢的方式，毁了他。只可惜你连你的报复对象都搞错了。我的话音落下，整个保安室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用一种看怪物一样的眼神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林威。暴脾气李哥终于忍不住了，他指着林威的鼻子怒吼出声：原来是你这个疯婆子，老子跟你无冤无仇，你画老子的车。总监和 HR 经理怎么也想不到，那个在他们面前哭哭啼啼扮演着柔弱受害者的林威，背地里竟然是如此一个心思歹毒、行为疯狂的女人。我看着林威那张已经毫无血色的脸，缓缓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：现在你们还觉得我是那个职场霸凌者，他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受害者吗？这一句话像一把重锤，狠狠地砸在了总监和 HR 经理的心上。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，而他们就是这场闹剧里最愚蠢的帮凶。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，林威心里的最后一道防线彻底崩溃了。他猛地从椅子上跳起来，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，指着我的鼻子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尖叫：是你，都是你，苏晨，是你设计的，是你故意陷害我，你就是看不得我好，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不就是有辆破车吗？我肯坐你的车是给你脸了，你还敢跟我摆脸色？他的声音尖利刺耳，充满了恶毒的咒骂。那张曾经漂亮的脸，此刻因为嫉妒和疯狂而扭曲丑陋不堪。总监和 HR 经理被他这副疯狂的样子吓到了，下意识的连连后退，生怕被他波及。暴脾气李哥更是被他骂得火冒三丈，他直接拿出手机对准了林威：行了，啥也别说了，你这精神状态，我必须报警，让警察来处理。一听到报警， HR 王丽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如果警察介入，这件事就会变成社会新闻，公司的名声就全完了。林威，你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公司的员工守则，并对公司声誉和同事财产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，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，请你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公司。然后他转向我，脸上充满了歉意和讨好的笑容。苏晨，真的对不起，是公司调查不清，是我们工作上的失误，委屈你了。你的停职决定立刻取消，从明天开始正常来上班。关于这次的事件，公司会对你做出相应的补偿。林威听到解除劳动合同这几个字，瞬间瘫坐在了地上。补偿就不必了，但我需要公司给我一个正式的、盖着公司公章的书面道歉，并且这份道歉信需要发在公司全员大群里。HR 经理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总监的脸色也有些难看。让公司公开承认错误，并且向一个普通员工道歉，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这比扣他们奖金还让他们难受。我没有退让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们。如果公司觉得这个要求不合理，那么我也会保留我所有的证据。或许我该找个律师，跟公司法务部好好聊一聊关于职场污蔑、不公正对待以及帮凶的法律责任。他们对视了一眼，从对方眼中都看到了妥协。最终 HR 王丽连连点头：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这是我们必须做的。苏晨，你放心，道歉信今天下班前你一定能看到。林威被开除后，赔偿了李哥一大笔修车费。他的父母来公司闹了一场，最后还是灰溜溜的走了。我恢复了正常的工作，甚至比以前更加平静。但林威的报复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几天后，同事神秘兮兮的把手机递到了我面前：苏晨，你快看这个！今天内幕曝光，某公司压榨员工，新经理高管为逼走新人，竟联手公司设局陷害，可怜新人反被开除，天理何在？我不用点进去就知道发帖人是谁。整篇帖子添油加醋，颠倒黑白，极尽抹黑之能事。下面已经有了几百条跟帖。卧槽，这公司也太黑了吧！公司名叫什么？说出来让大家避雷。这个苏晨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的毒，简直是现代版的容嬷嬷。这个林威也太可怜了，抱抱你，别哭了。不明真相的网友们在评论区里对我进行着疯狂的辱骂和人身攻击，公司的名誉也因此受到了极大的损害。HR 王丽又一次把我叫到了办公室。苏晨，论坛上的事情公司已经知道了，法务部已经在联系论坛了，你不要再对这件事做出任何回应。如果你再回应，只会让热度越来越高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。我们相信你的清白。
这件事我不会让公司为难，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解决。我将那4段关键的监控视频，林威给我发的威胁我赔偿的聊天记录截图，那封盖着公章的道歉信，全部整理到了一个新的文件夹里，所有的一切清晰完整。林威，你以为在网络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你太天真了，网络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，而我也从来都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。这一次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致命一击。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了一位律师，把所有的证据材料都给了他。苏先生，你放心，这场官司我们赢定了。我们迅速起草了2份律师函，一份直接发给了那个论坛的法务部，要求他们立刻删帖；另一份直接寄给林威本人。当我把我的计划告诉公司法务部时，他们先是震惊，随即表示了支持。在2份律师函发出后的第2天，我在那个热度很高的帖子下面进行了回复。我的回复如同一颗重磅炸弹，瞬间引爆了整个评论区。没有声嘶力竭的哭诉，没有狗血淋头的对骂，只有一条条不容置疑的证据、视频、截图，盖着公章的官方文件。之前还在疯狂辱骂我的网友们瞬间哑火，评论区的风向发生了惊天逆转。这是我今年看过最牛逼的反转。楼主牛啊，这反击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，逻辑清晰，证据确凿。所以那个林威从头到尾都在撒谎，连车都能画错，这是什么奇葩啊？论坛官方的反应也很快，林威的帖子很快就被删除，账号也被平台永久封禁。林威收到律师函当场就崩溃了。第2天，我的手机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，是苏先生吗？我是林威的妈妈，求求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家微微吧，她还小，不懂事，她就是一时糊涂啊。我们给你赔钱，我们给你道歉，求你撤诉好不好？她要是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就毁了啊。我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，只是用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：阿姨，这些话您应该去跟我的律师说。还小不懂事，一个27岁的成年人做出了那么多恶毒的事情，最后还要父母来替他善后，用一句他还小来道德绑架受害者，这是何等的讽刺。林威最终没有留下案底，在他的父母几次3番的找到公司，痛哭流涕的替他道歉，并赔偿了李哥所有修车费。公司和我都选择了撤诉，不是心软，而是没有必要了。他的名声在圈子里已经彻底臭了，后来又找了几份工作，但都做不长久，没有哪家公司敢用一个心思歹毒、行为疯狂、还喜欢在网上造谣的人才。而我在公司的境遇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总监在部门的周会上公开点名表扬了我，随后把一个公司筹备了很久的重要项目交到了我的手上，并让我担任项目负责人。一切都已是过往云烟，因为这才是生活本该有的美好的样子。